哎呀啊！魏无羡立刻跳起来，蓝忘机也立刻起身退开一段距离，一时间竟是谁也不敢看着谁，魏无羡眼都不敢抬一下，只道我回阁间休息了。蓝忘机已是耳朵红得能滴血，只轻轻地回了声魏无羡头也不回，匆匆忙忙跑了。说是休息，这哪睡得着啊？魏无羡虽自称是游戏花丛，身经百战，可那都是吹牛的，他自己心里可清楚得很。除了百凤山那次之外，他也毫无经验啊，连小姑娘的手都没摸过。不过蓝湛的唇真柔软啊，眼睛也好看，还有飘过来的檀香味也甚是好闻。不对，发现自己思绪飘的方向不太对，他立马用被子把自己的头整个包起来，好似这样就能掩饰已经面红耳赤的自己。这都什么事啊？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太好了。之后他们之间相处便总有些尴尬，主要是魏无羡表现的。蓝忘机缓过了那阵，脸上又恢复了从前的波澜不惊。这日蓝曦臣找到他们，说有人来报，姑苏境内有一彩云镇出了怪事，与凶尸有关，处理凶尸恶灵本是魏无羡拿手的事。蓝曦臣便过来问他们要不要去。他道：彩云镇地方虽小，也不如彩衣镇热闹，但风景秀丽，环境宜人，现下又即将举行大祭典，忘机顺道带无羡去走走也好。魏无羡随即满口应下，小小凶尸而已，换得一趟旅行，何乐而不为？彩云镇不算远，魏无羡便自己御剑，主要是两人要贴在一起御剑的话，总觉得还有点尴尬。踏上随便之时，那种久违的感觉实在太好，太过于让人兴奋了。从他放弃金丹那刻起，他做梦都没想过竟然还有机会能再次遇见。他兴致匆匆地飞在蓝忘机前面，天空渐渐下起小雨，也浑然不觉。雨天其实也可预见的，蓝忘机用灵力包裹全身，避免被雨淋湿。看魏无羡一派兴奋模样，出言提醒他：魏婴，下雨了。啊？哦。这时魏无羡才发觉竟是春日雨多，下起了细雨。蓝忘机担心他是因灵力不足，遇见了便挡不了雨，问他：你要不过来？一骑成碧尘的话，他可以为他挡雨。不用，这样很好。魏无羡笑着，迎着呼啸而来的风，心中感觉无比畅快，连滴答在他脸上的细雨都让他无比振奋。突然他向前俯冲，再一个回旋御剑回来，声音里满是激动：蓝湛，看到了吗？这招我以前发明的，远程的时候单只是平稳飞行太无聊了，随便不似碧尘那般沉稳偏灵巧的类型，正适合魏无羡玩一些花样。他眉眼飞扬，笑得张狂，当真有几番蓝忘机记忆里的少年模样，知他在兴头上，便也没拦他了。两人一路遇见，因并不远，早上出发，还没到中午便到了。彩云阵雨已经停下，江南独特的小桥流水人家，腾起的氤氲湿气朦胧了天地。河中撑船人慢慢摇着手中竹蒿，一曲细腻的江南小调迎风而来，引得河边微垂细柳轻声摇摆，好似一幅泼墨山水画。这彩云镇当真风景秀丽。魏无羡高兴道：姑苏如此美景，以前都没想要到处去看看，真是可惜了。蓝忘机却道：以后有机会。说罢递给魏无羡一方帕巾。魏无羡才发觉自己头发有些湿哒哒的搭在额前，想是刚才遇见太过兴奋，淋了那么久的雨都没感觉。谢了。他笑着道谢，抬起眼来看蓝忘机：哎，蓝湛，你抹额歪了。说着的时候，手便已经伸了过去，扶在蓝忘机额前，轻轻触碰。蓝忘机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一怔，习惯性便要后退，却被魏无羡按头止住：别动，我再给你正呢。抹额乃重要之物，怎可随意触碰？他说过了，可这人哪里在意？眼前是魏无羡嘴角上翘的嫣红唇瓣，耳边传来魏无羡语气上挑的声音：好了，这样端正的才是我们的寒光君吗？眸子如墨，却装有星辰大海，在人的心里一闪一闪。若是魏无羡这时候多注意，就会发现隐在发丝之中有人烧红了双耳。两人寻到来报出事的柳宅，柳家老爷听闻蓝氏仙师来了，便出门迎接。见着两人一人一袭白衣，恍若谪仙，一人一袭黑衣，也是气宇不凡，当即更敬重了几分。一路引他们入厅，前院水池细柳，他们经过石桥时，水下锦鲤紧簇，翻滚嬉闹着前来围观。院里假山竹石景观别致，勾勒出特有的模样，风吹而过，落英缤纷，伴有鸟语花香，一看就是细心打理的。魏无羡不禁夸赞：
刘老爷这院子当真没关啊？刘老爷笑笑：“我呀，就园林这一个小兴趣，自己搞搞弄弄而已，见笑了。”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一眼，两人心下奇怪，这园林分明生机盎然，哪里有被邪祟缠绕的样子？待入得厅来，柳家夫人也上来迎接，他们便对两人道来。约莫半个月前，柳夫人起身后，在窗台发现了一只云鹰，颜色艳丽，极为好看。因为前日与刘老爷闹了些许矛盾，以为是自家丈夫摘来给自己赔礼的，也没多想。自那日起，便每日早晨都有一只云鹰摆在那里。柳夫人寻了好看的花瓶，枝枝都插在里边，摆在房里案几上欣赏。过了好几日，有天老爷也是好奇，问他：“这云鹰开得极好，夫人是哪里所得？”这下才发现不对，离彩云镇约10几里地，确实有个云鹰阁。家主在自家后山种植了大片云鹰，春日望去好不壮观，这都是出了名的。也有人会特意过去折几只送于心上人，或表爱慕之意，或表相思之情，主人也是默许的。但这距离不近，自家丈夫哪里有空每日去给她折花？说着便更是好奇，对给他们送花的人来了兴趣，当夜便故意不睡，还吩咐了一对下仆躲在附近，就等着那送花人到来。这一等就将近一夜，约莫都要到卯时了，才见得墙头有个人影，左右确认没人，才翻墙下来。那人影果然拿出一只云鹰，小心地摆在窗台上。没等他离开，下仆们冲出来将他围住，但他们本身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请来人说清缘由，便由其中一个带头的上前去问他。这一下可不得了，只见来人面色惨白，瞳孔上翻，衣衫褴褛，细看去这分明是军队制服，身上还好些刀伤剑伤，胸前更是还稳稳地插着几支箭头，这哪里是个人，分明是一具凶尸。下仆们慌乱大叫起来，那凶尸一下被惊了，将人群推开，跃出围墙跑了。至此后，柳宅加强了护卫，但那凶尸依旧每日都来送一只云鹰，送完便跑，弄得柳家人心惶惶，不得安眠。魏无羡问道：“所以他只来送花，没出其他事，也不伤人？”柳家老爷夫人都点头道：“却只送花，如果伤人的话，我们早下跑了。”魏无羡若有所思，又问：“你们认识那人吗？可是这镇上住户？”刘老爷表示：“并不认识，也没在镇上见过。不过我们3年前才搬来此处，在之前的就不知道了。”3年前，他们想来此地定居，正巧这宅子的主人是个年轻的小姐，因家道中落，急需变卖房产。夫妻俩看这院子着实好看，也喜欢，价格也合适，也当帮人忙，便直接买了下来。对了，然后柳夫人似想起什么，开口对魏无羡他们道：“那小姐我记得听别人唤她云鹰。”两人别过柳宅，便到附近街坊问了问，但毕竟是3年前的八卦了，大家也只是记得那家原是尸宅，确实有这么个小姐，本在当地也是个大门大户的千金，可惜命不好，家道中落，父母双亡，不得已变卖了所有财产。最后好像嫁人家走了吧？问到斜对面的一个点心铺，老板自称祖孙3代都在这卖自家独创的小点心，卖了几10年了，什么都知道，却也只记得这么点消息。魏无羡看着那些小点心，肚子又叫起来。蓝忘机让老板把每种点心都装一点，付了钱。老板看得了生意，又笑眯眯地告诉他们个消息：你们明早去桥头，那卖薄饼的大娘以前是在世家帮厨的，她兴许知道些内情，要趁早了去，她只卖早点，晚了就见不着了。两人谢过老板，带出了门。蓝忘机将装在纸袋里的点心递给魏无羡，道：“先果腹。”魏无羡这才知道蓝忘机是为自己买的，他刚才还以为蓝忘机是姑苏人，所以喜欢吃姑苏的点心呢，买这样多。他哦了一声，吃了一个，真甜，然后又递过去叫蓝忘机也吃，他俩都没吃饭，自没有他饿蓝忘机不饿的道理。蓝忘机便拿了一个，一小口一小口吃起来，他便笑眯眯地问他：“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很甜？”蓝忘机点点头，嗯了一声，确实甜。两人决定先找客栈休息，明日早晨再去问。魏无羡便寻了间据说是当地最气派的客栈，他本人是哪里都可以啦，实在不行他睡树上都行。可他想着蓝忘机是什么人啊，从来都不沾一点尘埃的，他可不想看蓝忘机去住那些格格不入的破旧小客栈。掌柜的看着白衣公子长得极为俊雅，气质不俗，身边跟着的那位也是个极为俊俏的小白脸，
一看就是个富有的主，便满脸堆笑，问他们2位公子要几间房啊？这回魏无羡的尴尬症又冒出来了，要不要2间吧？出门在外的又没人看见，演给谁看呢？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